人生路上，多少聚散，记忆深处，手就能触摸到阳光。一些迷惘，一些不安，总会在下一个转弯，全部放下，唱一段拉萨萨呀，我感觉爱的力量，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勇敢的眼泪发烫，唱一段拉萨萨呀，眼泪慢慢的干了，顺着走就会找到了方向，那接近爱的地方，唱一段拉萨萨呀，我感觉爱的力量，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勇敢的眼泪发烫，唱一段拉萨萨呀，眼泪慢慢的干了。早啊！早，慧珍，你的大字报已经画好了，我看。李小姐，李小姐，不知道哦，是谁改来慧珍画的嘞？有吗？有啊，你看，那个相片的排法都不同了。之前呢，我是画有卡通人物，然后那个气氛是很欢乐的。现在这个都不懂是什么来的。哎呀，总之这整个东西都不是我设计的啊。哎，中国有句成语怎么讲啊？画蛇添足。不会啊，关怀个案的主题啊、内容啊，一定要标示很清楚的啊。哎，依我看来，这个人虽然是才华有限，可是人家是好心好意呀。才华有限，应该是说才华洋溢吧。像这样子不应该被埋没，应该把它挖出来，帮我设计服装的。我从小美术就不好，如果这个人可以设计衣服啊，我就是皮卡丘。哎，不是我要替这个人讲话，要不是这个人的神来之笔啊，这个大字报是拿不出去的。其实我后来看慧珍在画，我就觉得缺少了什么。后来怎么样啊？后来我就觉得让他自己去发挥好了，但是没想到啊，还是有人看不过去，替他完工啦。哎呀，反正慈善事业嘛，大家一起处理，别太在意哦。所以你还是觉得我们慧珍画的不够好喽？还是有进步空间啦哦。要不然这样好了，下一次换你画一张来示范一下吧。少来，我不会再上当了，一巴掌够了。那你不画我画喽？这边要不要再多加点什么？可以的。进来。刘先生，Mr. Watson 他到了。Hi, Mr. Watson. How are you? Okay, let's go to the meeting room. 带他去。很有感觉这样哦。金生啊，很可爱哦。哇，刘先生，你很有美术细胞哦。真的啊，你看又会设计服装啦，又会拍照，又会画海报呢，真的是艺术家。其实我歌唱的也不错哦。怎么办呢？刘先生一出手啊，以后啊，我看就没人敢画了。好了，你也别再灌迷汤了。我这个人哦，不需要太多的赞美，只不过画一张让你们知道标准在哪里而已。放哪里？挂大门口喽。遵命。
哇，刘先生哦，他的大字报做的好漂亮嘞。他是不是拿去工厂那边贴啊？工厂？师姐啊，这样是不是代表师兄已经一头栽进去了？继续追踪，加强引导。对啦。刘先生，你拿着这个海报做么？没有啊，就走走给大家看嘛。哎，这个是金生嘛？是啊，谁拍的照片啊？当然是我拍的啊，那这个又是谁设计的？当然也是我设计的啊。做得真好啊！想不到刘先生你啊，多才多艺。多用一点心嘛，只是把这个志工的心得分享给大家知道。哎，你们大家过来看一下，马里等我，马里等我。上指甲怎么来的？哦，这个是老板亲手做的马六甲慈济志工的故事啦。Apa ini? Semua tulis Cina。他是说为什么是华语，他看不懂啦。哦，看不懂哦，没关系，我来解释哈。它叫做金生，哦，Udah ini ya nama Kim Seng。它一生出来啊，智力就有障碍， Waktu dia dilahirkan, dia ada sakit otak。所以他的父母亲很小的时候就把它送给别人了。哦，semasa dia masih kecil啊，baby啊。哎，很多人看了你的看板之后，都要报名当志工哦。真的？谁叫你故事写得那么感人啊？我就说嘛，这个故事的表达方式啊是很重要的，要先抓住人的眼睛，才能够抓住人的心，抓到人的心才会有效果嘛。完全同意，真是佩服吧？欣赏啦。哎，那个明天郑阿公的房子落成，一起去吧。哦，不行不行不行，明天约了黑敏玲打球。你打球可以约改天嘛。不行不行不行，为了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我已经得罪客户了，不能够再得罪朋友了。那你意思说你要让那些不会拍照的人去拍照喽？哎，好吧。如果你可以忍受又把房子拍歪，那就随便你啊。哎呀呀呀呀！我发现啊，这是一个陷阱，就跟当年在南洋街一样啊。南洋街。当时你一直做球给我，让我掉进去这个粉红陷阱。现在的我啊，跟当时的感觉是一模一样啊。你简直臭美到家哎！人家志工都是自愿的，你没那个心，我当然不会勉强你啊。就随便问问什么陷阱啊？哎呀，这是郑阿公最喜欢的水果嘞。是啊。你们房子盖得怎么样啊？不清楚哦。那个大雄、宝龙他们在负责，还有邻居也在帮忙啊。光凭爱心盖的房子能住吗？ I don't know。你们做志工看个案，不能影响到上班哈。当然知道这些规矩，他们都是利用午休啊、下班还有周末才去做的啊。
好了，那我就再去一次好了。谁洗？不能影响上班。不知道是谁在上班时间做大字报，还得罪客户哦。多少聚散，总会在下一个转弯，全部放下，唱一段拉萨萨呀，我感觉爱的力量。人新房子已经建好喽。以后下雨哈，我都不怕漏水了啦。阿公，我跟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检查过，他们盖的真的很坚固，以后你可以安心睡觉了啦。对了，好好。领导，啊，拍照拍照。哦，拍照拍照。要拍啊！你在这里哦，哦，你在这里哦。来来来来，四大美女。各位美女，太快了，太快了。来，快点，好。来看这里，下一个，来个姐姐哟，哦，来。琳达，等等，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呢？先生，你门没关，我敲什么门？干嘛啦？怎么了？我跟你说，你绝对不可以告诉人家我上班的时候在做这个哦。好了好了，一定保密。一定保密。OK。哎，我有事跟你讲啦。这次呢，花莲举办志工寻根，我想说我们做一阵子慈济了，都没有回花莲去过，我就帮我们2个报名啊。我们俩？嗯。等等。你这个玩笑啊，开太大了。哎，你要报名之前，为什么不先问过我嘞？哎，我想说你做得很投入，也很开心，所以才帮你报名。我们也不过去7天而已嘛。哦，不行，没空。那如果是去打高尔夫呢？那就有得商量喽。可是花莲没有高尔夫球场哎。花莲有没有高尔夫球场，我不关心。那你的寻根我也不想关心啊。你勤耕福田，我勤挥球杆，大家各定目标，各取所需嘛。我勤耕福田，你勤挥球杆。好啊，那请问你这在做什么啊？这些只是插花消遣而已嘛。那你就不能陪我回花莲，再当做消遣一次，让我开心吗？老婆啊，我们都一把年纪了，还需要这样两条条吗？真的要像年轻的时候上街买东西、上美容院洗头都这样形影不离吗？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升一下层次，改变我们生活的模式哦。OK 啊，我们就提升层次，改变模式，不该只为自己活。我们要去关心那些受苦的人呐。你看，像那些小蚂蚁，它也会去支援它受难的同伴。那你有能力，为什么不用呢？笨蛋都知道蚂蚁是不会打高尔夫球的。好啦，你别再处心积虑、强人所难了，好不好？你骂我笨蛋哦！哎，不可以那东西丢人。好了，我承认这一路让你做慈济，我是有私心。我不希望你把时间花在风花雪月上，把心玩野，把路走偏了。这一阵子做下来，我有一层深的体会。我觉得一个企业家，如果1年抽不到10天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的企业是失败的。我不管你去不去花莲，要不要做慈济，
我希望你可以想想我的话。一个企业家，不管生意做得多成功，一年没有抽出7天做有意义的事，那也是失败的。哎，大嫂这个话很犀利哦。他最近啊，常常办茶会，跟越来越多的志工啊做那些什么心得报告，这个嘴巴是越来越厉害了。我觉得大嫂说的那一句话没有错。一年呢，如果没有拿出7天的时间来做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失败。所以啊，我一年会拨出7天的时间，放下一切，老婆小孩都不带，出国连打126个洞。你就陪老婆去一趟吧，7天忍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不是不能忍，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嘛。还好吧，我们不过就是打打球、喝喝酒、唱唱歌，有那么严重啊？好啦，就算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至少在难兄难弟跟婆婆妈妈之间，我总该做个最后的决定吧。哎，这我就同意了。耶！你做坚决的选择，少夫人呢却坚决不同意。看来呀，你的日子很难过哦。有啦，我有办法了。有什么办法？两全其美的办法。哎，说说看。我去，但是呢，你们通通都跟我回去。喂，好，是。干嘛这样子嘛？哎，这一次哦，有很多企业团体，他们都组团回去，我们就自组一团嘛。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就 OK，喂，是正在忙啊，对，不然就当做回家乡去看看嘛，啊？我看你代表我们去就行了啦。我刚从台湾回来。我工厂最近比较忙，走不开。那你们这样子是逼我倒向另外一边就对了啦，哦。好了，我看得出你想要去啦，只是面子挂不住，何必呢？绕了一个大圈子。不用在意我们的想法，体贴老婆，男人有责，您安心去吧。你也有话吧？记得帮我多带几包花莲薯回来啊。好，既然如此，我就自己去。总不能在我太太的面前自认失败吧？哇，没有想到刘先生真的答应去嘞。机会难得嘛，要是我可以丢开我的工作，我妈去。哎，你已经是标准的志工了，你当然想去啦。可是刘先生却不一样。不知道简小姐是有什么办法让他去的嘞？当然是爱情的力量啊！你果然是还没有结婚，太爱做梦了。你都几岁了，还谈什么爱情？我告诉你们，那是威胁的力量。威胁？当然了，用眼泪来威胁，拿旧账来威胁，这些都是我们女人绝招，最管用了。哎，可是，请各位女士最好少用，因为男人也是很可怜的。不可能吧？简小姐那么温柔秀气，她不可能用威胁啊！哈哈，你不了解她了。我是替他们开车的嘛，我看过他们在车上吵架，简小姐发起脾气来，那个程度能够让你当场跳车。不会吧？我看哦，刘先生肯去寻根啊，简小姐一定发挥了引诱的力量。这怎么说呢？就是拿条件交换喽。如果刘先生肯回去哦，
那简小姐啊就答应在他们回来以后啊，就让他自由的去打球啊，以后就不用拿 pass 了。哎，这个观察有道理，我喜欢。哎，你们都错了，不是爱情，不是危险，也不是什么引诱的力量，是责任感。哎，这个太深了，你听不懂啦。简小姐呢，就是要让刘先生感觉到我必须这么做的责任感。那你们想想，刘先生他为什么肯拍照做大字报？自我表现。不止，是刘先生觉得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事情会更失败，所以他说了什么就必定要做。刘先生是这样的人。所以简小姐最清楚这一点，有办法说动了刘先生。我想这次刘先生回来，也许会有不一样哦。那会怎么样？哎，快点，快点，快点，快到了啦！哪里？哪里？哎。怎么都在这里啊？我们都来欢迎你们呐！对呀。各位师兄师姐们，阿弥陀佛。他真的变得很多哎，我没猜错吧？这位师兄，回头是岸。你道行还差远嘞。各位，我回来啦！哎，你们一个一个站在这里都不去上班，是在等我送你们每个人一个礼物啊？听到这句话，就知道刘先生一点都没变。唉，刚才被你吓了一大跳啊！我还有另外一个，准备让你们吓更大跳的。这什么意思啊？简单一句话，在下在花莲皈依啦。真的假的？这是什么力量啊？自己完全出于自愿。我也皈依了，我的法名叫慈露。慈露。啊，那师兄嘞？我叫季宇。季宇慈露就是我们。正常啊，怎么做这么反常的事啊？真的叫季宇啊？没错，救济的济，下雨的雨。哎，不可思议，少夫人这一次又是用了什么高招呢？真的跟他没关系啦。哦，这要好好的解释一下啊。你们都知道嘛，我这次去啊，真的是有点勉强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心里面就想，既然来到花莲啊，就不能够白来，一定要有所获得。这个生意人讲究的是投资报酬率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开始四处走走，看看能不能够有所收获。来到厨房，看到一些老人在准备每天要吃的青菜，非常安静，非常专注。我就想，我来这里别的没带，
杂念带了很多，而那些老人家只是专心挑菜，难道我做不到吗？于是，我就收拾了一下念头，仔细观察发生的一切。那你发现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发现，没有华丽气派的殿堂，没有令人顿悟的灵气。我心里面就在想说，把一间这么大的工厂放在马来西亚不管，来到一个这么平凡的地方，我觉得一点都不值得，根本就待不下去了嘛。水土不服，被我猜中了吧？于是啊，我就开始挑毛病，心里面啊就偷偷的在打分数，这也是当老板的习惯嘛，对不对？一直到用餐的时候，我就坐在饭桌前面等他们上菜。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中年人，这个中年人呢，低着头，弯着腰，半跪着，将菜端给我，请我用餐。对呀，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嘛，是不是？因为我们习惯当老板，习惯有人伺候我们。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啊，这位半跪着将菜端给我的这位中年人啊，是一个比我成功不晓多少倍的企业家。对，我当时的表情啊，也跟你们一样，我当场傻了。他这么成功，都可以低头弯腰来服务我，恭恭敬敬的请我用餐，那我在拽什么？越拽越显得无知嘛，对不对？说来不怕你们笑了，我那个时候啊，是既感动又惭愧，边吃边流眼泪耶。偏偏手边就一张小小的卫生纸，那怎么够擦呢？于是啊，我就躲到旁边去了。我不懂哎，为什么一个领导上千人的大企业家可以这样子的缩小自己？慈济为什么可以让这么多人的谦卑奉献？一定有他们的高明之处嘛。所以我就想知道啊。一直到最后一天，我听完上人的开示之后，我就举手。我问上人说：“上人，我可以皈依吗？”上人说：“可以啊。”我心里面就想说：“我刘明达哎，我要皈依，一定是要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啊，是不是？”没有，上人只告诉我，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就这样子。啊，这样子就变成寄语啦？是的，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你们在笑什么？是很感人啦。哎，不过入境随俗啊，你那时候是有那个心境啊，你现在回来这里，寄语又变回刘明达了啊。是啊。我当然还是我自己啊！好，那我问你，皈依要不要守什么戒律呢？要，10大戒律啊！你刘明达已经潇洒习惯的人，怎么可能守什么戒律？哎，你们都这样想啊？怎么跟我太太想的一模一样呢？哎，因为我们了解你呀，你绝对搞不定你自己的啦。哎，好了啦，不要再想什么戒律了啦。看你这只孙悟空眉头皱成这样，来来来，我来把你的紧箍咒拿下来。哎，听好，我已经连订3天的 tea time， 怎么样？手痒了吧？哎，我告诉你，我餐厅也准备好了，我帮你补补身体啊。还有啊，今天晚上的卡拉 OK 我也订好了，准备好了没有啊？好了，就去吧。来，哦，刘员外特别为你订的哦。哦，谢谢。来，要喝点什么？边。当然照旧无限畅饮，帮刘员外接风啊啊！哦，你们看，我现在才发现，这边的果汁啊，居然比酒还要贵啊！哎，真的哎。不过也对了，
这个喝了酒会一直追加，果汁一杯就做整个晚上了，当然划不来啊，对不对？真是会做生意。好，那我就果汁一杯啊。啊，你点果汁？戒律第5条，饮酒犯戒。可是你都已经来到这里了，喝果汁哦。唱歌不犯戒，饮酒犯戒啊！别这样子嘛，支持我一下，不要让我老婆看清我嘛，哦。我们是谁啊？我们是烂兄烂弟哎，绝对不会讲。我知道你们是绝对不会讲啊，但是我老婆是绝对会知道的，她鼻子好得很。可是来这里喝果汁会不会太扫兴了啦？不会，我会用心表演，用力表演，保证精彩，好不好？好不好？好，来，唱歌，我先唱，来。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好想听了给哦。潇洒走一回，谢谢。哎，起床喽，回家喽，阿昌回家喽。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组长，我们工厂什么开始做地榔布了？这不是订单，这是要送去给老人院用的。好，组长，哎呦，我知道老板娘也喜欢做好事，可是我们要养家了，地榔布不能白做啊。谁说会白做？单价不是都报给你们了吗？会有工钱的。老板和老板娘呢，会公私分明。不过哦，你想要免费帮忙车啊，也 OK 的。不要这样嘛！不过他们说中秋节发放祭品的时候会有表演呢，要拿翠布做戏服，我可以帮忙设几件。就知道你会发心。好，回去工作。哎，你跟洪组长说些什么？我说我可以帮忙车戏服啊。啊，连你也？哎呦，现在哦，越来越多人加入慈济，外面也越来越多人加入志工，现在工厂也变成了慈济办事处。工厂这么多人做慈济，每天下班都不回家，留下来做慈济，这样工厂还要做吗？Oh, masuk suci baik juga. Boleh bagi kita jadi orang baik. You kan Muslim. Suci tu Buddha tau. Macam mana you boleh cakap dia baik? Ayo, buat perkara baik tak kira bangsa, tak kira agama. 善事做再多，老板还是生意人啊。生意人还是要赚钱啊。这个女孩子呢，她是鼻癌末期。父母都不要她了，只有她大哥还愿意收留她。所以我们要多补助这个大哥，让他呢有能力可以继续照顾他妹妹。师姐，那这个个案呢？这个小女生是17岁就得骨癌了，家庭环境是还可以，她需要的是心理的关心，所以我们派一点年轻的志工去跟她做沟通，看她有什么需要。我们回来再讨论。师姐，我发现哦，你去志工巡更回来之后，心里笃定很多呢。看到全世界的志工都在做，觉得有一股很强大的支撑力量。然后大家都可以咨询讨论，我就不用再像以前一样这样摸索了。你有没有发现师兄也有一点改变呢？那是因为我跟他讲说守10戒很困难。结果他不信，说要做给我看啊。不过我们跟另外一家厂家订这扣子的话，虽然质感粗一点，但是价钱至少能省一半呢。
我看看。外行人一定看不出来，一定会，很有可能连客户也不会知道，有可能啊。还可以省一半哦。对呀、不行，投机取巧，犯了第7戒，钉比较好的扣子。哦。 Yes, I can。只要不是故意在我面前很大声，然后在我背后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就好啦。你真的很知道怎么整我嘞哈。第8条，调和声色，请调和你的声色哦。第8条叫做孝顺父母，调和声色，针对父母，不是对你。哼。 至少哦，师兄心里已经有一把尺了啦。我知道，我是故意激他的啊。等一下真的还要再打另外一场吗？当然啦、今天啊，大家状况这么好，当然要再打一场啊！哈，对呀。怎么有事啊？是有事啦，但是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哦。哎，我的，喂，我还在球场啊。我知道，尽量了哈。好，拜拜。没事吧？啊？是没事啦，只不过过2天哦，我老婆跟一些慈济志工哦，要做第1次的发放了。哦，发放啊？中秋节快到了，要发一些东西哦给亲爱的家庭，还有一些个案啊，然后还要办个晚会，做个表演。好事，那关你什么事呢？他们是说我能唱啦，所以要我上台去唱戏凤。哦，有趣哦。哎呀，下班之后要彩排，所以刚才打电话来问我能不能到啊。好了，你们继续打，我回工厂了哦。去彩排啊？你不是说不重要吗？是不重要啦，但是他们说这个角色没有我，没有人能够演啊。可是今天手感这么好，再打一场，说不定可以破纪录啊！哈。对啊。拍谁了？记录让你们去破，我还是回工厂好了啦。哦，拍谁，拜拜。有人问，就这样走掉。虽然他不承认啊，但是他不太像烂兄烂弟喽。算了，待会啊那一场我们自己打，说不定可以破纪录，可以一狗。来，干杯！刘先生真的演得不错哦。真的很投入嘞。投入啊，是我做任何事情的基本态度啦。又不光是你投入，大家都很投入啊。虽然是第1次做发放，但是呢，办得很成功，谢谢大家喽。刘先生，荷兰的客户哦打了几次电话来，说要跟你重谈价钱哎。你跟他说我在吃饭呢啊。我已经说了很多次，可是他说你已经吃了很久嘞。你看我连吃饭都这么投入。好啦，去跟客户谈一谈啦。哦，那你们可不可以暂停一下？好了。
借回家看啊。师姐啊，那你觉得师兄表演的好不好？很满意，满意哦。说师姐，对不起，打扰你们啦。我只是想问一下，我们发给照顾户的东西都装箱好了，不知道要放在哪里比较好呢？哦，这个啊，问他。对啦，师姐，问季宇师兄哦，他最清楚了。好，请跟我来。这里。如果师兄真的能够真心带头的话，那不知道有多好。装酒啊，也像啦。奇怪了，上次中秋节发放的时候还放得下啊。听说那个时候你们工厂才出货，要发放给照顾户的也没有那么多，仓库还有空间，现在不一样了。可是再继续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有宝贝女儿的照片。怎么不一样啊？长大啦，很好啊。你没看到婷婷的头发啊？没怎样啊。你眼睛花啦？她染头发哎。跟流行嘛。跟流行就代表意志不够坚定，意志不够坚定就容易学坏。你看她丈母就这样傻傻被拖下水啊！哦，不行。哎，你看一下时间，美国现在几点好不好？我又不是打到美国。那你打给谁？旅行社订机票。然后呢？他说什么？这么酷！好啊，也可以啊。好啊，等一下哦。干嘛啦？妈妈到了。没有啊，我晚点打给你。好，拜拜。妈，电话打多久了？我不知道哎，我没有计时啊。1个小时。谁说的？你别管谁说的。哎，你打电话不可以这么没有节制啊！好啦，我知道了。妈，你不要一见面就念嘛，好不好？你看你头发，你为什么要染头发啊？不是染，这可以洗掉的，晚点洗掉好不好？你花样很多啊你。哎呦，二姐，台湾跟美国的青少年不一样啦。台湾的有这个升学压力，什么事情哪有时间想别的？可是美国青少年，他们现在正值年轻，爱打扮，爱尝试，这很 normal 的，没什么大不了啦。对呀，婷婷跟小文这样算很乖。小张最酷了。小姨丈好讲话，我可不好讲话。你们2个在美国，不要给我有样学样，要有自己的主张。我啊，过境台湾，买了好多本心灵励志的书哦。你们啊，一定要给我看，看完之后写心得报告，要不然你们的中文呐，真的是越来越退步了哈。
我还以为是马来西亚的零食。那些东西不营养，真正有营养的是这些书啊。二姐啊，你难得来一趟嘛，你就让婷婷跟小文计划一个周末假期，你们出去玩一玩啊。哎，好，我来计划，玩不重要，我才来几天，时间有限，我要把你们两个好好整顿整顿，就像植物一样，枝叶要修剪修剪，免得长歪。人之初，小文，性本善，性相近，婷婷，吉祥远。把这4句给我写下来，写10遍，写到你们会背会写为止。啊，说。哎，看他们这样的亲子关系会不会太过严肃啊？而且这件事情不喜欢人家批评。每一座城市如此不平凡，每个人都有故事说不完。不管面对的挑战有多难，只要相信自己就有力量。卷起衣袖，扬起风帆，坚持